好，大家好，我是黄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realme 真我平板 X 的一个体验啊。今天好像是视频不止一个这也是 realme 这个品牌的第一款平板产品它选择了一个比较入门向的从这款平板开始，后续这些入门向的平板还有好几个比如说他大哥 OPPO、米系这边，然后小新这边也都有类似的产品。不管你看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当当当当，我们手里这是蓝色的官方名称好像是叫海盐蓝，33瓦的充电器，这个比和 OPPO 那个几乎一模一样，支持4096G 的压感不过我们这个笔尖的部分有点松，刚刚拿出来一摇就能出声音它也是可以侧边直接吸附在平板上的，进行充电。7.1毫米499克，通体呢全部都是塑料的，包括中框全部都是塑料。左右两边呢是4个扬声器，顶部是它的电源键的位置，它也没有什么指纹识别作为入门向的平板呢，基础的影音功能应该是它主要发力的地方。LCD 的屏幕2000×1200的一个分辨率，你这样猛的一看还不错，但是呢，稍微仔细看一下，这个颗粒感呢还是有的就比如说小图标的这个位置边角的锯齿感呢，相对来说还是明显一些。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盒子上的这个边框表现的是特别棒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给力但是拿出平板一点亮大概宽了是30%这个有点照片的感觉LCD 的材质嘛，边角偏暗的问题也有比如说我们手里这台右边的顶部和底部都有一点点偏暗的问题其实左下角感觉也有那么一点这块屏幕也是支持 DC 调光的，不过它是没有120高刷的。如果你之前高刷屏的平板或者手机用惯了，切换到它上面你会感觉卡顿一点，尤其是上滑返回的时候这个动画你会感觉一帧一帧下去的屏幕我们实测一下亮度手动最高亮度398尼特，激发亮度540相比于官方反向虚标少见对了，录制素材的时候同级的 OPPO Pad Air还没发布，我们手上也没有所以就放的是这3台大家可以先按编号猜一下谁是真我 X。3、2、1揭晓相比于小米平板5 Pro真我 X 显得色彩饱和度更高一些，看起来更加艳丽，和自家大哥 OPPO 相比色彩取向差不多。如果我把这2条杠子给隐藏起来，你还能看出来区别吗？还有个小插曲，我们一开始放常用的 8K 素材演示视频小米和 OPPO 都能正常播放， realme 能放但是非常卡不知道是早期版本还是695的问题，其他素材都 OK。 音频上有4扬声器，直接来听一下实录。Alarm goes off and she gets up to watch the morning news. Doesn't work no more but tells a lot of stories about youth. Drinks more lately, ain't got pills in many different colors too. Morning light is showing, she moves the chair to look out at her view. But a shop was built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and it stands where the sunrise used to be. In the afternoons on the couch to read, goes through old pictures and memories. 性能配置方面呢，给大家打出来，它采用的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处理器骁龙的695 6纳米的制程，表现如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695我们想先跑个分但是当前版本呢把所有跑分软件全部都给屏蔽了我侧面了解了一下是40万左右的娱乐兔综合分数778G 呢是52万左右，大家心里有数。虽说原生屏幕有60赫兹但测试版本的游戏默认只支持到高帧率30不过我们还是好奇害死猫的破解了90实测帧率稳60帧。但中低负载上，在功耗方面与小米和 OPPO 这2台还是没能拉开差距，在能效比上也是弱于这2台，不过单游戏体验来说还 OK。 得益于695强劲的表现大家可以看一下实测帧率图，原神 35.6 帧，波动也到了28帧。我们知道他们不在一个价位上肯定是差不少的，我们就是单纯的实测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695的水平，毕竟比较少见。与 OPPO 平板相差了 22.2 帧，能效比上 5.89 帧每瓦，不过695频率低一些，确实还挺省电的， 6.04 瓦，相比于 OPPO 低了 2.27 瓦，比小米也低了 1.45 瓦。当然温度也只有 39.8 度连40都没上让我感受不到一丝科技的温暖。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提醒，画质也有阉割像素点约为99万仅是 OPPO 大哥的 73%人物边缘明显更糊想买来兼顾大型游戏都还是算了。
续航方面呢，8340的电池啊，这就不需要太担心了啊。不过它的充电啊是33瓦的，充到50%呢，大概需要近1个小时，然后2个小时呢是可以把这个平板给充满的。软件方面也有跨屏互联功能，比如你在手机中查资料、下拉通知、连接、选择相应的文字、复制，平板端就会弹出已同步复制的文字，粘贴就过来了。苹果直呼内行。手机文件夹中的文件也可以直接拖拽到平板中，但是可能是受限于性能，无论是在平板上控制手机，还是以上的这些操作，体感上并不是很流畅，偶尔还有卡顿，能应急但常用就难受了。当然，对于入门级的产品，这些功能更偏向于锦上添花。你会经常使用跨屏协同这个功能吗？手写笔上入门级也做了磁吸无线充电，值得肯定但书写体验上虽说搭配了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但可能是受限于屏幕的刷新率，这延迟还是挺明显的，属于可以接受但是不能再高的水平给小朋友涂个鸦应该是够了。OK， 简单总结其实 realme 呢这2年的策略都是从低往上走，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一上来就可以出货量比较大毕竟价格便宜一些嘛，这个让很多人都用上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因为入门向的平板至少还有3台。OK， 满分10分的话，主观让你打个分 ，realme 的第一台平板给几分呢？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关注小白测评，你的科技数码工具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